试问中国拳坛目前谁是大级别中的最强猛男？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选择刘策。他曾在日本擂台仅用1个晚上连续将3位世界级拳王踢断小腿，还曾将日本冠军重拳秒杀，直接打成脑震荡，一声声怒吼响彻日本东京。我叫刘策，来自中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日本比赛，也是第一次参加 K1 的比赛，这是我人生的第1个冠军，但不是我的最后一个。正所谓树大招风，来自于蒙古国的摔跤王向刘策下了战书，并且当众扬言打兵刘策送给中国200头牛，绝不反悔。蒙古的摔跤手获得过蒙古国的全国摔跤冠军，有请蒙古的蒙克尔登。好，观众朋友们，正在出场的选手就是来自于蒙古国的摔跤大王蒙克尔登。那来自于蒙古，他的摔跤实力自然是不容置疑了，而且拿过冠军。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土豪，很有钱呐。观众朋友们，据说他的家中呢有着2万多头牛并且扬言这一次如果打不赢中国选手刘策立马捐给我们中方200头牛。200头听起来很多，但是对于这个他的家族来讲呢，观众朋友们，200头牛对于他的2万头，那就是洒水那就是9头牛毛上的毛尖尖根本不算什么。好，注意看，他就是蒙克尔登长得非常的壮，一副典型的蒙古国选手的样子，很肥很壮摔跤冠军。好，接下来有请中方选手，中国的巨人腿王刘策。刘策现在可以说是我认为呢，我们中国大级别自由搏击选手当中的最牛的一位了，身高2.03米而且一双大长腿非常厉害。那别人都叫什么拳王，什么亚洲拳王、世界拳王，而刘策，我觉得他应该叫做腿王因为他的大长腿太牛了。前2天在日本东京的客场作战，我们一晚上踢断了3个老外的小腿，你没有听错1个晚上，2条钢腿，观众朋友们就和2条钢棍一样太硬了，太猛了。好，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场中国巨人腿王刘策大战蒙古摔跤冠军的精彩比赛。那么双方已经是签下合同了，我们刘策也说了，今天晚上不吃别的，就吃烤牛肉牛排，这个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什么烤牛肉的盘子烤个全牛也行。好，我们看白色拳套红色裤衩，红方选手刘策，黑色拳套蓝方选手蒙克尔登。双方的这个身形差距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看刘策这比对方高太多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比赛并不是刘策的强项，它是场综合格斗，而刘策擅长的是自由搏击和踢拳。所以说赛前刘策进行了1周的紧急训练，没有错，就练了1周的摔跤和柔术。综合格斗的比赛经验只有之前在龙舟队打的1场对，这是他的第2场比赛。是的，今天他的边角魏睿，老师魏睿也来了，然后还有就是这段时间一直在带他练习综合格斗，尤其是地面技术的樊荣。刘策今天打的还是蛮稳当的要抓时机，是，主要还是在抓时机。对，对手是一个反架，高扫，说完就来了。体完就收回来，体完注意防人就行，没事还可以踢。身高臂展还是有不小的一个差距不过刘策今天这打的还是蛮稳当的。虽然说对方的蒙克尔登呢是一个摔跤冠军，但是面对刘策的大长腿一双铁腿，他也不敢贸然进攻，不敢这个直接摔进来，他在找机会。好，要小心。我们都知道摔跤的话是需要近身缠斗和近身的距离，但是刘策的话是不会轻易的放对方进来。但是我们仔细看这个蒙克尔登的胳膊呀，也不短也很长，我觉得比他大腿还要长，这是个什么身材很奇怪。应该很少能够遇到跟他身高差20公分的运动员对。但我们看他打自由搏击的比赛也没有那么的谨慎，对，就那个赛场是他比较熟悉的。是的，这个我觉得他还是会忌惮对手去摔他。所以他在出拳去打对手的时候，就是必须要再压一压自己的拳风包括重心还是要往下去再压一压，可能有一点不适应。慢慢找到感觉了，刚刚还不太敢起腿，害怕被接腿摔。华夏正蹬漂亮，马上的摆拳，对手要摔。
放对手起来。注意点啊！好，裁判刚刚警告是刘策啊，注意点儿，你不能这个对方倒地之后踢对方的脑袋。那这招在综合格斗当中呢，不止综合格斗当中啊，任何格斗当中都是不允许的啊，踢脑袋是犯规的。但刘策踢惯了，因为这个平时爱踢球啊，看到对方的脑袋没忍住。好，刘策慢慢的是找到了感觉啊，敢出腿了，也敢进攻了。哎，我们注意看，对方这还是一个反架选手。我们注意看啊，右手在前，左手在后，左撇子，就说明他的左手拳会更重。哦，漂亮！我们听啊，刘策的这个腿法砰砰作响。好，注意看刘策的防抱摔怎么样？哦，真稳啊！那当然也有一方面就是刘策的这个体型太大了，对方摔不动。我们重心都不需要放低，也不需要推对手啊，就站在这块，对方也摔不动。你看刘策就直挺挺的站在这儿，我不需要任何技巧啊，我就是比你高啊，就是比你壮。对，给顶膝。对，把去抢对手的一个腋下，把对手给提上来啊！哎，对了，对，提上来之后往外去转一转对手。对，他现在的右手是外侧，对，内侧去抄对手就对了。有时候这个在现场这个左右自己都会迷糊的。对，别急，千万别急啊！这场比赛我漂亮的顶膝。我这场比赛比较害怕的就是刘策上头。好，距离比赛第一回合结束还有最后的20秒钟，相信大家伙也听到了啊，刘策的拳腿功夫真是砰砰作响，现场的这个声音呢，的确是很震撼。这个蒙克尔登呢，在蒙古国的拳手也是一个壮汉啊，妥妥的壮汉。但是没有想到遇到我们这个刘策之后，显得有点太小了。而且漂亮，顶膝，哇，时间到了。对。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比赛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千万不要错过了。相信我，绝对不比眼前的美女差。这个，哎呀。还可以啊，那第一回合刘策的优势已经很明显了，只是呢这个稍微有一些拘谨，因为对方是个摔跤冠军呐，来自于蒙古国的摔跤冠军，那这个名头是非常响亮的。因为这个从小生长在草原呢，导致很多蒙古选手天生他就会摔跤，所以说含金量非常高。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我们看一下刘策啊能否 KO 对手。注意看了，红色裤衩刘策啊，白色裤衩便是蒙古国选手蒙克尔登。好，对方没有任何假动作，直接来摔，但这个太过于天真了。他把刘策当成了什么？当成傻子了吗？速度上来了，对，给的压力也大了。对，就是你不能只是步伐端的压力啊，我特别能理解魏睿，就是你要把它换成进攻端的压力给到对手啊，这个进攻输出去压对手。要再打得大胆一些。是，对，别着急，放他起来。对，不要上当。因为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啊，如果就是攻方不压的话，裁判员会选择把在地的一方运动员给叫起。漂亮！实际上这场比赛呢，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优势啊都没有发挥出来，对方的摔跤呢没展现出来，而刘策的大长腿也没怎么发挥。所以说呢，双方都抛弃了优点。但是目前来看啊，拳法上还是刘策更好。哎呦，有劲儿，好的，漂亮，打倒了，连续的砸击，3拳、4拳、5拳，最后一拳打到裁判的腰子上了。哇，刘策狠起来，连裁判都打。好，这场比赛嘛，恭喜刘策200头牛，我们进账了，哈哈！希望对方不要反悔啊！你是什么空运还是陆运啊？抓紧的把200头牛整过来。好，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恭喜刘策获得了本场比赛这场中蒙对战，太精彩了。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